6月11号，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突然向俄国防部部长绍伊古发出死亡威胁，称其若敢染指瓦格纳兵权，就会面临死亡。难道说俄罗斯的内战终于要爆发了吗？在拒绝了俄国防部后，瓦格纳这支部队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咱们接着往下看。事情的起因还要从6月10号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发布的一则通告说起。绍伊古表示，截止到2023年7月1号，所有为俄罗斯而战的志愿士兵必须到国防部报到，直接跟国防部签合同。俄罗斯国防部称，此举旨在提高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作战的效率。从6月初以来，已经有超过13.5万人转为俄联邦武装部队的合同服务，这数字是5月同期数据的2.1倍。而签订合同之后，这些志愿兵就成了俄罗斯合法的正规军，能享受到国家福利，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服从国防部的命令。听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明白怎么回事了。我们都知道，自从巴赫穆特开战，瓦格纳作为主攻力量，3天2头就要跟俄国防部吵架。在攻占了巴赫穆特北部重镇索莱达尔之后普里戈金就指责俄国防部的通报抢了自己的功劳。巴赫穆特打了大半年，他也不止一次抨击国防部官僚氛围太重，指挥水平不行，尤其是给瓦格纳的弹药补给不足，影响了前线攻势。对于普通人而言，俄军内部的争吵其实没有太多意义，毕竟这也有可能是双方联合对外放出的烟雾弹，并不会对前线造成多大影响。而且就武器弹药这种事情来说以目前俄罗斯的生产速度，确实有可能出现弹药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只是这点矛盾，其实问题还不大，毕竟巴赫穆特还是拿下了。但普里戈金并不是一个好先生。在攻下8城后，普里戈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度评价了乌军的作战能力，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的目标没达到。如果俄罗斯不全面动员，加大力度，尽早结束战争，国内可能重演1917年革命等话语。这话被俄罗斯高层听到，不发飙才怪。而在往期节目中我们也聊过，像瓦格纳、车臣武装这样的部队，按照俄罗斯宪法是属于非法武装的，他们的战斗力越强，就越容易引发内部矛盾。而除了这两者之外俄罗斯内部除了军方之外，还存在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私人武装力量。尽管他们现在都明面上是忠于俄罗斯、忠于普京，但如果战争失败，俄国境内的这些私人武装力量是否还能保持稳定，就犹未可知了。因此，无论是出于国内稳定考虑，还是再也不想听到某个光头的声音，绍伊古决定收兵权。车臣总统小卡德罗夫率先同意此事，要求车臣武装和俄国防部签订合同。而瓦格纳的负责人普里戈金看到绍伊古的这个法令后则是大发雷霆。普里戈金在视频中亲切问候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的母亲，并公开拒绝服从绍伊古要求瓦格纳的所有雇佣兵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普里戈金在电报频道中说，瓦格纳已经有机地融入了武装部队系统，并执行与联合部队前指挥官陆军上将谢尔盖·苏罗维金共同制定的任务。他还在电报频道中表示，不会和绍伊古签订任何合同，他起草的法令和命令仅适用于国防部和国防部内部的人员，并公开向绍伊古发出死亡威胁。这种反应虽然有些过火但对普里戈金个人而言也算是正常表现，毕竟自己才刚在巴赫穆特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虽然途中花费了不少时间弹药，但对于整个战场都在僵持的局势而言，瓦格纳的胜利无疑是一个强心剂。瓦格纳攻下巴赫穆特的时间是在5月20号，按照普里戈金的说法，他们的计划是把阵地给俄正规军布防，自己撤回后方休整。如果普京总统还有其他需要，瓦格纳将第一时间为国效命。但是到目前为止巴赫穆特周围的瓦格纳士兵已经基本撤完了，虽然中间和俄正规军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但在普里戈金看来似乎无伤大雅，准备在休整过后继续为国而战。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才刚打下巴赫穆特没几天，自己的兵权就要没了。一旦瓦格纳士兵和国防部签完合同，自己攻城略地的荣誉、硬刚国防部的底气将通通没有了。不过或许是稳住这位大厨，绍伊古给出的建议是任命普里戈金当一个地区的州长，这其实也算是明升暗降。尽管瓦格纳在巴赫穆特大战中损失至少2万人，但对于俄国防部而言，瓦格纳仍然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对于俄军而言，战斗经验丰富的瓦格纳雇佣兵无疑是一块大肥肉，如果能吞下去，会大幅提升军事实力。
此前，在普里戈金宣布要撤离巴赫穆特时，他的好兄弟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就公开邀请那些留在巴赫穆特的瓦格纳雇佣兵加入车臣部队，但遭到了普里戈金严厉拒绝。很明显，普里戈金已经把瓦格纳雇佣兵看成了自己的私兵，而且给予的待遇还不错。当前呢，瓦格纳雇佣兵也只认普里戈金一个老板。在协同作战时被坑的俄军部队曾找到瓦格纳雇佣军官讨要说法，后者干脆表示自己只听老板的话，俄罗斯国防部管不到他们。在很多人看来啊，正规军才是现代战争的绝对主力，但这场俄乌战争却让这支名为瓦格纳的雇佣军异军突起。有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在进入到2023年之后，俄军在乌克兰拥有进攻主动权部队呢，只剩下瓦格纳这一支了。俄罗斯正规军的几支王牌部队却名声不显，兵源硬核是瓦格纳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瓦格纳的雇佣兵来自于俄军特种部队、空降兵、格鲁乌部队等王牌部队，这些特种兵和空降兵等退役老兵组成的瓦格纳雇佣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瓦格纳在叙利亚境内的作战甚至和美军交过手，并赢得了美军的评价。美军认为瓦格纳对提高叙利亚军队的战斗力帮助非常大。瓦格纳兵团正在成为俄军作战的硬核力量。除此之外呢，对于俄正规军而言，这场战争是迷茫的。在战争最初阶段，就有部分俄军士兵讲述称，在部队出发之前，带队军官对他们说只是进行演习，没想到车队出发后呢，就直接开进了乌克兰战场。这说明很多士兵是被蒙在鼓里的，稀里糊涂的就参战了。这种情况在俄军比较精锐的空降部队中也是如此。据乌方审讯被俘的俄空降兵俘虏称，士兵们在登上飞机后才被告知，将不是演习，而是去攻打基辅郊区的机场。虽然俄军士兵都很吃惊，但已没有选择。在突降机场后，很多空降兵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特别是在受到对方强烈的反击之后，这也导致了俄空降兵的原定作战计划失败。显然，对于这些士兵而言，他们并不知道为何而战，而雇佣兵就不一样了。他们参加战争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钱。瓦格纳在全球招兵开出的条件是月薪2万美元，这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各国退伍军人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瓦格纳每杀一个人，每击毁一辆坦克、飞机都是有奖金的，这是一支玩绩效考核的军队。而这个薪水还会对俄正规军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导致士气更加低落。除此之外呢，瓦格纳还以战后自由为条件招募囚犯兵，这个条件对于那些囚犯而言是连金钱都比不了的。除此之外呢，雇佣兵还不用在乎阵亡影响，即便是死再多的人也无法为俄政府造成社会问题。而俄正规军则不然，一旦出现重大伤亡，政府首先就要背锅。以上种种原因都是瓦格纳和俄军之间的区别。即便是经过了巴赫穆特绞肉机之战后呢，目前瓦格纳雇佣军的核心成员仍然保留了大约有6-7千人，这些人算是当前俄乌战场上军事经验最丰富的一批士兵了。如果普里戈金不愿意，俄罗斯国防部恐怕现在也不敢强行兼并瓦格纳。而瓦格纳呢，还不仅仅只是有武力强大，他还在非洲等地区，他们有自己的石油、黄金和钻石等生意。换句话说，即便克里姆林宫不给钱，瓦格纳雇佣兵也能养活自己，军火可以通过黑市购买。有兵、有钱、有忠心，普里戈金已经具备了一个军阀应有的所有标准。他当然不会因为绍伊古的一个法案就放弃当前的一切。那么，在拒绝了国防部后，瓦格纳又将何去何从呢？对于此事，普里戈金似乎早有预料。据报道，普里戈金在最新的声明中称，在拒绝俄国防部的这一命令后，瓦格纳集团可能将得不到任何武器和弹药。同样，在这种情况下，瓦格纳可能将不被允许前往前线执行任务。而此次的抗命行为会让俄国防部和瓦格纳之间的裂痕加大。随着事态的发展，瓦格纳未来的命运将变得更加波折。有俄媒认为，普里戈金将面临3种场景。第一，如果俄军在前线的情势急剧恶化，可能会再次向瓦格纳呼救。普里戈金在声明中也谈到这种可能，当雷声响起时，他们就会跑过来，带着武器和弹药请求帮助。但在这个等待的时间中，普里戈金还要谨防其他人来挖瓦格纳的墙角。毕竟在停工期间，雇佣兵很可能会由于没有工作和钱，可能逐渐被分散到其他志愿军编队，或者干脆离开。第二种可能呢，则是普里戈金将瓦格纳的活动转移到非洲，重新干起老本行，等待哪天俄国防部愿意妥协后再回国。
而最后一种可能，也是俄国防部最害怕的一种可能，那就是逼反。瓦格纳开始任性行动，比如前往别尔格罗德州，在途中夺取装有武器的仓库，并提出他们的要求，这几乎等同于叛乱。但鉴于普里戈金在声明中强调对俄总统普京的忠诚，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大家认为瓦格纳的未来是怎样的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